的话，我们是从枕骨这里开始接起哈，枕骨下来。那我们是下来枕骨做完了，就沿着这个颈椎拨颈椎旁边这个筋哈。那一般像他们这样痛的话，其实会两边都会有问题的。两边都做，两边都痛。像做这个肩颈的部位，我们是在这里哈，就直接压下去，往里面推它那个筋就好了，这样直接拨进去。那枕骨做完，然后颈椎这里也做完，然后就做肩颈。肩颈这个位置，如果是很怕痛的人的话，我们直接用手做都可以。像我这样直接拨它。那如果不怕痛的，可以用手肘去拨它。肌肉的走向是从这里走到这里，那我们用横拨的方式比较容易拨得到。其实拨上去会有感觉，那个拨筋的感觉啊，是有咯哒咯哒咯哒这样。里面有根筋，这个筋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肌肉粘连的。对对，它是接入骨头的那个部位，那个是筋。像我们一般来说，肌肉这一大块叫肌肉哈，它跟肌肉跟骨头相连的地方，在我们这里表现就是白白的，有点白的地方。这个一般一块肌肉它会中间比较大嘛，然后慢慢小，然后再接的骨头，两边接骨头的地方，它就叫筋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地方是会比较。中间这一块是硬的，肌肉是硬的。肌肉还是硬的。那这一块，它中这间个你是说这个？对它如果是阻塞了以后，那有些人呢是真的就是像骨头一样，它那个已经完全钙化了，就是痛了很久了以后，它气血流通不顺畅，然后越积越多，那个长年累月下来，就会多出一块。其实肩颈这地方本来是没有肌肉没有骨头的嘛，这一块它会变成像骨头一样硬邦邦的那一块，所以那块的话很难解了。到时候它现在你像它这一块还是有疙瘩，但是它还没有说很硬，所以这个还可以解它，但是也是需要时间了。然后弄完这个肩颈了以后，我们就沿着这个肩胛骨，肩胛骨是一个三角这样哈，沿着肩胛骨的部位可以走一下。这里有那个菱形肌，大小菱形肌，它也会连接到这个脊柱和这个骨头肩胛骨上面，这里也很容易会引起疼痛，它拉扯会拉扯住，所以我们按的时候就沿着那个肩胛骨的部位再做一下。然后我们来找那个天中穴哈，天中穴其实，在治疗肩膀疼痛里面很重要，所以我们那个位置的话，在肩胛骨先找这条钢哈，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中间那条骨头啊，钢的下面，然后它是靠外面这里，然后有个凹陷处这里，它会比较酸，找对位置的话，非常胀，非常酸。非常酸，它那个酸痛会放射到前面来，就是它那个位置，如果你找对了，压下去，它其实是两块肌肉的凹陷处，我们压到这个底下，就是在这种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块肌肉层叠到另外一块肌肉的之间的缝隙处，那这个缝隙处我们压下去，其实天中它是一个点，但是我们在按摩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一个长条的那个凹陷处都可以按，这整个凹陷处都可以按，都有帮助。它因为这里比较容易那个紧缩，引起它疼痛啊，这样长期的紧张以后，它会引起疼痛。像
像这个点，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从底下往上推，推的时候它有那个凹陷处，然后你再问病人的感受，像你自己给自己做也可以的。其实我们如果手臂好的话，像我们弯得过来呀，自己是可以弯到这里的话，但很多人的手是弯不过去哈，弯不过去就没办法，或者是这样，自己找。有一个点是特别酸的，那实在都找不到怎么办？拿一个那个拍子，他们，对，那个敲棒，敲到那个位置啊，酸酸酥酥的那个位置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有个点会特别酸酥酥的那个点，就像我们有时候找那个竹山里也是找不到嘛，你这样打到酸酥酥的那个点就是了。就是大概这个位置，膝盖下面，你这样敲，有一个点，它就是这里也是。那你实在找不到，敲一下，可以找到。那一般我们如果病人他躺到这个床上的话，我们从底下往上推到一个凹陷处。看好，你上来。这痛的，对，就这里。你看，你看从这里往上推，看2个层叠的地方，哈。这个点，然后你找到了以后，这个凹陷处，然后你对，然后因为它的位置其实不是这一点，那我们如果是中医的穴位，我们就那一点哈。其实那解剖学的话，我们这里其实有这一段都可以按，你就一直按上去，看哪一个地方它最敏感。这样。你好像你碰上去就碰到你的。我是专业按摩师，我都做了多久了？不是，你是按滑摸的不是？他刚才一摸就摸到你了。这告诉我，很痛，对，很痛。下来一点，压上去。哦呀，有个找到没有？有个凹陷处，它是两块层叠的地方吧？你一般找的时候，我们是从底下往上推，像你这个手放下来。这样比较容易找。OK。是，很痛。对，如果位置对的话，它是那种酸酸酥酥的感觉。对，连着手，而且。对，它会连下来，放射到前面，就是你放射到前面的痛啊。位置找的对的话，就是。这个叫什么？天中。其实如果不怕痛的人的话，我就会用这个手肘直接拨它，直接往上这样推它，这样。像我的客人，因为我们有上油的嘛哈，上完油以后也很好拨，直接用手指或者是手掌这样推它，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凹凸的地方啊。那我们这个天中穴做完了以后，我们是刚才有沿着那个肩胛骨哈，肩胛骨做。你主要是这边哈，这边的话我帮他走。用手肘做就是主要是节约我们自己的那个手的大拇指不要受伤哈。用手指，这会痛吗？会痛。就我现在是用手肘这样直接往上拨，其实是帮他拨那2块肌肉的接触点，就天中穴的附近这样。然后刚才我们有讲过这个三角肌哈，就是在肩关节部位这里也可以按哈。肩关节部位其实很多人那个也会痛，沿着整个关节。现在我是用手拨，其实平时我会用手肘来做，手肘做的话比较省力。像这个三角部位哈。就是这个肩胛骨在接这个肩膀，这有个三角部位，这里的筋呐也很容易粘连，所以我们肩膀痛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也要按。这里也很痛。那这个下面的话，我就是用手帮他拨，就是这一段。这一段的话，因为他趴着，有些病人不太适合翻来翻去，那就直接用手托着他，是按这个关节部位哈。这里也很多筋，咯的。对，有痛。这个部位其实等一下翻过来是可以叫他翻过来，然后直接按这里也可以的。
最痛是这里，对，这里最痛。我帮你压一下哈。像如果手已经有麻木啊什么的话，这一段也帮他走一下比较。如果有些人手臂压迫一直到下面手麻手痛啊，我们也可以帮他拨一下这个。像我们，那很多人的手会麻嘛，可以整个手臂都帮他做一下揉一下。好，你翻过来。你看这边就是在那个肩关节的部位，这里很多筋，这里也是容易有，这里是拨它的筋。像这个肩颈部位，其实我们也可以采用那个手肘帮他这样拨，因为他这个肌肉是这样走向，横着拨。这个位置也很好拨。我们按摩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要按在那个骨头上，按骨头上它就很难受，会痛嘛哈。而且骨头你如果按下去，它也容易引起那个骨膜炎啊，这样不好。所以我们尽量都是按在肌肉上，但是其实最有效的地方是那个肌肉跟骨头接触的那个部位，就是筋。刚才我们讲的筋的部位就是靠近骨头的位置，它的效果是比你直接按在肌肉上好。像那整块三角肌，你在这里按，其实是没有什么，只是按舒服啊。我们那个 Swedish 西式按摩啊，这样按很舒服。可是真正有效的是，它接骨头这个位置关节这里的筋的部位，还有它接的这里插下去那个是这里，所以我们像这一块的位置按上去比较有效。然后呢，这一点在我们中医里面也是一个穴位，就是治疗肩膀痛的时候，这里有个点，接下来有个凹陷处，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点。像很多人的那个肩膀有疼痛的时候，你看这有个凹陷处，这个是闭合穴，这很痛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什么地方都痛，我按都不知道按下很痛。所以我们按的时候，我们是按它的接入点或者是起始点哈，就是一块肌肉它有2个点，就是一个叫接入点，一个叫起始点。像我们任何一块肌肉都是这样哈，它接着骨头的时候哈，像它这一块三角肌，它这就是起始点，这接入点。所以我们真正有效的部位其实是在起始点、起始的部位或者是接入的部位这点或者这一段那是最有效。那这块三角肌它的起始点呢，你看就是接在那个这个脊柱上面，所以其实这些点，这些是接入点，接入点是很有效的部位，也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它就是那个华佗夹脊的穴位就在这里啊。那它的接入点，你看接到这里也是接到关节上面嘛，所以接关节这一部位也是很重要。所以整个肌肉，就是我们其实按摩的重点来说的话，一个是起始点，一个接入点，还有呢就是那个肌肉的层叠处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天中穴这种肌肉跟肌肉的层叠的地方，那个就是要按摩的地方。那个部位按上去就会酸酸酥酥的，那个就是它比较容易引起阻塞的地方，所以那个按摩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啊，就是你要是弄懂这些东西的话，很简单，按下去不要按在骨头上，是按它的起始点或者接入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肌肉交接的点，就是这样。那它这个我们做完，等一下帮它拔一下过来。最容易受凉，我们不管是感冒发烧啊什么，这个大椎都要拔。那肩膀痛，有一些人的肩膀痛，他也是因为着凉吧，所以先帮他拔大椎。
对，要做直点。国人他们那个想的办法有负压法。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马上红了。你看这个马上就红了。哎呦，朱琳很厉害哈。没厉害，有寒气。它这个马上出来了，你看那个沙，它的沙已经出来了，这个边上了。那寒气很重。如果我们有很多个人要做这个，你可以到 Bellevue 来做，可以约哈，在微信上。不，这个拔罐其实很简单的，是在中国的话，我们都是家庭保健用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会介绍？但是在美国，他们就觉得是属于医疗行为，所以美国的话不那个。如果你们只是帮自己家人做啊，或者什么，其实是可以自己在家做，不需要。对对，那个网上都有卖那个。在eBay啊，或者是那个 Amazon 上面都有卖。其实拔罐不痛的，你觉得会痛吗？比我刚才按痛，按着痛，按着对呀、按摩还会痛，因为我按的时候是直接压力在那个痛点啊，怎么这样？那个穴位，像他刚才这边这个穴位，按下去就会很痛很酸的那个。拔罐它其实是在表层的，没有说很痛，所以它只是那个沙很吓人。其实是可以，我们拔罐有3种方式哈，是可以走罐的。它现在因为我帮它定罐定在这里了，这个定在那里，定在皮肤上不动，它叫定罐。那走罐的话就是可以，走罐不能用这么多气哈，走罐我们一般用1罐气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我已经留了3罐气在这里。这个压力的话是每个人不一样，年纪大的少一点哈。你们刚开始的话就用1罐气试一下哦，他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你再慢慢加，不要一下就加个3罐4罐气的啊。那有些人是会叫痛啊，像我女儿，我每次帮她拔，妈够了，她会痛啊，帮我放掉一些。可是有一些人他是会忍，有一些老人家或者什么他会忍，他不叫，或者是有那个。反正他不叫，但是实际上太过了，这样不好。而且那个时间，我们在讲拔罐的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就够了，不要太久，超过15分钟很容易起水泡。很多人，我们那个拔罐他体内那个湿毒很重，就是湿气很重的话，你超过的时间，它会那个起那个水泡，所以如果要避免水泡的话，不要拔太长时间。像我一般给老外做的话，5分钟不会超过10分钟。你看像这个红红的这个就是沙但它其实还没有说很厉害了。其实，如果是对，看这边这个就是黑，你看这个两边看一下，颜色越深。颜色越深，像我们这样的话，它的问题越重。这里，可是你痛是痛在这边呢？对，奇怪了。像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什么，就这里有一些。那刚才这个是定罐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走罐。其实走罐也很简单，我们用1罐气就可以了。像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拉着它走。像他们肩膀很紧啊，或者腰很痛啊那个。但是我又不想给他留罐子，那我就用这个走罐的方式给他走。还有呢，就是散罐也可以。散罐的话，老外也会蛮喜欢，因为听着那个声音啪啪啪啪但是你要解释，我这样啪啪啪是帮你把那个毒拔出来，然后他会想象啊，觉得蛮好的。是好像是你在把它拔出来，那个动作，他会联想说把我的毒拔出来那个也蛮好的。所以那我们一般来说拔罐就是这3种方式，那是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主要是我们要看一下家里面的人一个年纪啊，还有病症有一些容易出血症啊，或者是那种就是很严重的疾病啊那些。不要年纪太大也不要做，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。一般健康的人都可以拔一拔。这个拔罐在中国大陆是很流行的，很多这个自我保健都有教。我来美国之前，
那时候我在网上开始学习保健，就是自我保健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我要准备来美国，我的朋友都告诉我听，哦，你要去美国啊，美国那个医疗费很贵哦，你要是生个病哦，他要破产的，所以你要学一点中国的东西。所以后来我就去针灸学会去学啊，拔罐、刮痧，然后还有学了一些，反正就是那个养生的方法嘛。先学了就说，哎，去美国的时候可以用，我就不想去医院。一个是怕我从小也怕医生，我不愿意打针吃药啊。另外一个也是怕说，医疗费这么贵，所以有学这个东西。我们去学的时候很多人呢，那个针灸学会他们专门有那个公共课，就是专门的刮痧拔罐的课，那是公众课程，一天的课程，然后去学。其实很简单，但是中医教我们，他们还教到那个火罐，但是火罐我觉得还是很危险，我不愿意用，因为火罐你再专业都还会出事。像之前有过那个歌星齐秦，他不是他的那个医师帮他拔罐的那个，就是晚上太晚了，深更半夜拔罐，结果出事嘛。那个酒精他忘记了，那个罐子里面有酒精，他没注意，点火啪，然后整个背部啊那个脸啊烧伤，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危险性。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话，如果你自己自我拔罐，你不是中医师，你没有专业学习过，你就建议不要弄那个火罐。我们自己自我保健的话，用气罐这个比较安全。然后你问清楚，那个压力就可以了哈。那一般来说，有那些什么容易出血的症状啊，还有那些太虚弱、年纪太大或者太小的，都不要给他们拔。普通人的话，一般都没有问题。